花钱是让你们为公司创造价值的，就算台风把楼吹歪了，你们也不准提前下班。楼下突然传来同事的惨叫：别扣我全勤，我不是迟到，是路上被龙卷风卷了3圈啊！起初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场普通台风，顶多刮2天就过。直到我在外购物，眼睁睁看着狂暴龙卷风卷起钢筋水泥，直接粉碎了远处的整栋小区。跑！我抓起车钥匙，疯了似的往家赶，只想带着婆婆和老公陈浩一起逃命。可刚冲到家门口，就看见婆婆站在玄关，脸上竟挂着掩不住的开心笑容。太好的，太好了！我的大胖孙子有着落了。此时，屋内还隐隐传出一阵细碎又暧昧的声响，那声音我再熟悉不过，是我老公陈浩，还有他那个总黏在身边的表妹林微微。我气血上涌，气急败坏的想要推门进去问个究竟，婆婆却突然翻脸，抬手就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，火辣辣的疼瞬间漫上脸颊。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还想阻拦我们陈家传宗接代，做梦！她一边骂，一边伸手抓我的头发，掐我的胳膊，对我拳打脚踢。我被逼到绝境，下意识发力反击，可我一个没站稳，意外从6楼直直坠下，失重感瞬间袭来，我从6楼直直坠下，狂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。坠楼的最后一刻，我抬头看见楼上的3人扒着窗户，婆婆笑得满脸褶子，林微微依偎在陈浩怀里，眉眼间尽是得意，而陈浩那个我爱了3年的男人，眼神里只有冰冷的厌恶。原来我掏心掏肺对待的一家人，竟早已联手将我视作眼中钉。台风末世来临，我成了他们第一个舍弃的人。意识消散的前1秒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若有来生，我定要让这一家3口血债血偿。再次睁眼，刺目的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，耳边是客厅里熟悉的电视声，不是坠楼后的黑暗，也没有狂风的呼啸。我下意识摸向床头的手机，屏幕上的时间清晰显示着2026年8月12日，心脏猛地一缩，我竟然重生了，回到了超强台风登陆的7天前。想到上一世我坠楼惨死时他们3人的那副嘴脸，我眼底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。老天竟然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绝不会再任人宰割。这一次该轮到他们尝尝绝望的滋味了。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钱囤货，台风末世不比暴雨，狂风能掀翻房屋卷走一切，普通高层根本不安全，我必须有足够的钱，打造一个能抵御台风的安全屋，还要囤够余生的物资。我迅速打开手机，凡是能提现的额度，我全都一次性撸了出来，又翻出衣帽间里的名牌包首饰，联系二手平台，不问价格，只求秒出，哪怕亏一半也无所谓，反正7天后，这些身外之物都将变得一文不值。我又把手里的基金、股票全部清仓，哪怕亏了手续费也毫不在意。短短2个小时，手机银行的余额就跳成了一串令人心安的数字，整整680万。看着这串数字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陈浩，你不是总嫌我赚钱少，不会生娃吗？这一次，我用你瞧不上的钱给自己铺一条生路，而你和你的家人就等着在台风里挣扎求生吧。只是打造抗台风的安全屋远比囤货更重要。我犯了难，该选在哪里才能躲过龙卷风的肆虐，成为真正的避风港？680万的现金流足够我打造一个安稳的避风港，但普通的住宅根本扛不住10级以上的台风，更别说能粉碎楼房的龙卷风。上一世我亲眼看见龙卷风卷走整栋小区，高层是重灾区，1楼容易被积水淹。思来想去，只有地下空间才是台风末世里最安全的地方。我立刻打开房产和同城平台，筛选关键词地下抗风独门独院，翻了无数条信息，都没有合适的，要么是地下车库，空间小还多人共用，要么是地下商铺，通风差还不隔音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时，一条不起眼的信息跳了出来，城郊有一处私人改建的地下防空洞，原是房主早年囤的资产，面积200平，自带通风和排水系统，因位置偏远，一直没出手。我眼睛一亮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我立刻拨通房主的电话，开门见山，我要这套防空洞，溢价30，现金全款，唯一的条件，今天签合同，立马交房。电话那头的房主愣了几秒，估计从没见过这么爽快的买家，满口答应。我驱车直奔城郊，见到那处防空洞时，更是心满意足。它藏在半山腰的树林里，入口隐蔽，有厚重的铁门，内部被分成了3块区域，通风口做了加固，排水系统也很完善，只要稍加改造，就是固若金汤的抗台风安全屋。签合同、交款、拿钥匙，全程不到1个下午，我就成了这处防空洞的主人。走出中介所，我看着手机里的余额，虽然花了200万，但一点都不心疼。这200万买的是我在台风末世里的命。拿到防空洞的钥匙，我马不停蹄联系了装修队，特意挑了一家口碑好、效率高的。老板见我给的价格高，又承诺全款现结，当即答应连夜开工。我带着工人到了防空洞，
直接说出我的要求。把入口的铁门换成加厚的防爆铁门，内侧装3道门栓，通风口加3层防风网，还要做加固处理，地下再铺1层防水防滑的地板。3间房分别隔出卧室、厨房和仓库。所有工程必须在2天内完工，工钱我给双倍。工人师傅们见钱眼开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动工。我守在现场全程盯着，生怕有一点偷工减料。这可是我的保命屋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趁工人施工的间隙，我又去了电器城。台风末世里，停电是必然的，而且狂风会吹断电线，普通的发电机根本没用。我选了4组大容量的户外储能电源，还有10块折叠式的太阳能充电板。这种充电板可以放在防空洞的通风口外侧，只要有一点阳光就能发电，足够维持日常的照明冰箱和手机使用。我还买了5个大容量的充电宝、几盏应急灯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手摇发电机，做到有备无患。我又去了5金店，买了大量的螺丝、钢板、铁丝，让工人师傅把防空洞的墙壁再加固一遍，确保能抵御狂风的冲击。2天2夜，我几乎没合眼，守着工人师傅完工。当最后1道门栓安装好，我推了推防爆铁门，纹丝不动，内心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改造后的防空洞，铁门厚重，通风良好，布局合理，卧室温馨，厨房有简易的灶台，仓库宽敞，完全能满足我一个人的生活需求。看着初具雏形的安全屋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的声音依旧尖酸刻薄，让我回家给林微微做晚饭。苏之夏，小贱蹄子跑哪浪了？微微来家里小住，陈浩最近工作累，你不在家好好伺候着，还敢往外跑？可我眼底的冷意翻涌，这一家3口还真把我当免费保姆了。只是他们不会想到，这顿晚饭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享受我的伺候。挂了婆婆的电话，我将手机设置免打扰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反正再过3天，他们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了。安全屋已经改造完成，接下来就是囤货。台风末世和暴雨末世不同，不仅要囤吃的喝的，还要囤抗风保暖的物资。毕竟狂风过境后，气温会骤降，而且外面的一切都会被卷走，根本没有地方获取物资。我第一站直奔农贸批发市场，找到粮油店的老板，直接甩出清单：五常大米3000斤，真空包装的最新日期；特级面粉1500斤，挂面600箱；红薯粉、土豆粉各500斤；菜籽油、花生油各60桶；盐200包；糖100斤；酱油、醋各种调料。按你店里的最大库存来，全部送到城郊半山腰的树林里，运费我给3倍。老板吓得目瞪口呆，以为我是开超市的。我只淡淡说了一句公司搞福利，便转身离开。紧接着我去了饮用水批发市场，订购了1500箱矿泉水、50桶大桶纯净水，还有几个大容量的储水桶。台风过后，水源可能会被污染，这些水足够我用好几年。又去了零食和速食区，压缩饼干、自热米饭、方便面、各种罐头、午餐肉、金枪鱼、水果肉类，每种都囤了上百箱。这些东西体积小，易储存，吃起来方便，适合在末世里应急。然后是生活用品，卷纸、抽纸、姨妈巾，我直接按卡车进货。姨妈巾囤了，够我用20年的量。这东西在末世里比黄金还贵。还有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洗衣液、肥皂，各种洗漱用品也囤了一大堆。最重要的是药品，我跑遍了全城的药店，感冒药、消炎药、抗生素、止痛药、碘伏、云南白药，还有创可贴、纱布、消毒水，甚至连退烧药和抗过敏药都清空了2家药店的库存。这些药品体积小，价值高，我全部锁进了安全屋的保险柜里。最后我还去了户外用品店，买了加厚的棉被、冲锋衣、防滑鞋、手套，还有一把多功能工兵铲、一把消防斧、几瓶防狼喷雾，这些都是保命的家伙。当最后一车物资被送进安全屋的仓库，看着堆得满满当当的吃的用的，我心里充满了安全感。只是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。台风末世里，除了狂风，还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危险，我还需要准备一些能防身的东西。看着安全屋仓库里堆得满满的物资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台风末世里除了自然的危险，还有人心的险恶。上一世我惨死在家人手里，这一世我必须有自保的能力，不能再任人欺负。买枪是不可能的，我只能选择适合自己的防身武器。我去了一家射箭器材俱乐部，花重金买了2把顶级的复合弓，配了500支碳素箭。复合弓射程远，威力大，而且没有声音，适合在隐蔽的地方防身。我还买了2套防刺服、2个防爆头盔，把这些东西藏在安全屋卧室的床底下，顺手就能拿到。谁敢来抢我的物资，我就让他有来无回。置办完防身武器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几百个未接电话和无数条疯狂咒骂的短信。此时距离台风登陆还有最后1天，而陈浩婆婆和林微微还在那个老小区里等着我回去伺候他们。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，既然他们这么想我，那我就回去演一场戏，让他们尝尝希望落空的滋味，也让他们把欠我的先还点利息。我驱车回到那个让我心寒的老小区，刚进门就看见林微微穿着我的睡衣，坐在沙发上吃着水果，婆婆在一旁伺候着，陈浩则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。
林薇薇见我回来，立刻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拉着我的手：“嫂子，对不起，我刚来家里没带睡衣，就随便穿了你的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婆婆也在一旁帮腔。就是薇薇还是个孩子，你当嫂子的让着点她怎么了？陈浩更是头都没抬，回来了就快去做饭。薇薇想吃你做的红烧肉，我也饿了。看着他们三人的嘴脸，我心里一阵恶心，但脸上却装出一副温顺的样子。好，我这就去做，你们等着。我转身走进厨房，只是这一次我不会再任由他们拿捏。走进厨房，我故意磨磨蹭蹭，红烧肉只放了盐没放糖，炒青菜直接糊了锅底，汤煮的咸到发苦。端上桌时，林薇薇捏着筷子尝了一口红烧肉，立马皱着眉吐在纸巾里，娇滴滴的捂着肚子嘟囔：“这什么这么难吃？想必我的宝宝也不爱吃。”这话一出，桌上瞬间死寂。婆婆先是愣了2秒，随即猛地扑到林薇薇身边，抓着她的手往肚子上摸，声音都在发抖：“薇薇，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我的大胖孙子终于有了。”林薇薇娇羞地点头，挽住陈浩的胳膊：“我也是刚查出来的，本来想给大家个惊喜。”陈浩瞬间喜上眉梢，一把将林薇薇护在怀里，看我的眼神像要把我吃掉，怒火直冲冲涌来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苏之夏，你个不下蛋的赔钱货，连顿饭都做不好，还敢气着我的女人和孩子！当初你说我弱精症怀不上，合着全是你在骗我，根本就是你自己生不出来，还倒打一耙。”他的话像巴掌一样扇来，我心里冷笑，他的弱精症报告还在我手机里存着，这孩子是谁的？用脚想都知道，但我装作被冤枉的样子，眼眶泛红，把碗筷往桌上一摔：“我骗你又怎么了？林薇薇穿我的衣服，吃我的喝我的，怀了野种还敢登堂入室，你们陈家真是毫无底线，反了你了！”婆婆跳起来就抓我的头发，被我一把推开，她气急败坏地喊：“陈浩，把这个扫把星赶出去！我们陈家不养这种生不出孩子还嘴硬的女人！”陈浩本就怒火中烧，抬手就推了我一把，怒吼道：“苏之夏，你给我滚出这个家，永远别回来！我们陈家不需要你这种废物！”林薇薇还在一旁假惺惺的劝，眼底却满是得意。我要的就是这句话，装作又气又委屈被逼到绝境的样子，抓起沙发上的包往门外走，趁他们围着林薇薇嘘寒问暖的空隙，迅速把鞋柜上的水电卡、燃气卡揣进兜里，顺走了茶几上的家门钥匙。走出家门，身后的咒骂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台风将至，这对狗男女，还有偏心眼的老太婆，你们的噩梦正式开始了。我攥着车钥匙冲进防空洞，反手锁上防爆铁门的那一刻，才算真正松了口气，转身就把从陈家顺来的水电卡、家门钥匙狠狠扔进角落的积水坑，听着塑料卡壳碰撞的声响，心里积郁的恨意散了大半。防空洞里的物资堆得满满当当，储能电源嗡嗡作响，通风系统平稳换气，这是我用680万换来的生路，也是陈家3人永远触不到的安稳。外面的天彻底变了，超强台风正式登陆，整座城市被狂风撕开了口子，断电断网的提示音刚消失，防空洞外就只剩呼啸的风声和重物撞击的闷响。我煮了一碗热乎的自热米饭，打开安装在陈家的监控，屏幕上6楼的窗户早被狂风刮碎，暴雨毫无阻拦地灌进屋内，陈家3人被浇得浑身湿透，手忙脚乱用被子、衣服堵窗户，可风势太猛，堵上的东西转眼就被卷走。他们翻遍了整个屋子，只找出几包过期的零食和半瓶矿泉水。婆婆指着陈浩骂，陈浩瞪着林薇薇吼，林薇薇又装着委屈抹眼泪，3人互相推诿，乱作一团，哪里还有半分当初联手推我下楼时的默契？突然，监控里传来一声巨响，小区的墙体竟裂出了一道缝隙，整栋楼轻微晃动，陈家3人吓得魂飞魄散，瞬间抱作一团缩在墙角。婆婆跪在地上哭喊着求神拜佛，林薇薇死死拽着陈浩的胳膊，脸被吓得惨白。而陈浩缓过神后，第一反应一问，水电卡和钥匙怎么突然全没了？又想起我离开前的反常，眼神瞬间变得阴鸷，咬牙切齿的咒骂，肯定是苏之夏这个贱人搞的鬼，把我们的东西都带走了，等我找到他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台风登陆的第2天，陈家彻底弹尽粮绝。林薇薇捂着肚子，皱着眉装出孕吐的样子，她撒泼似的拽着陈浩的胳膊喊：“浩哥，我肚子好饿，宝宝也在跟着闹，再不吃东西，我怕孩子保不住啊！”那副娇弱的模样，看得我隔着屏幕都觉得恶心。这话刚落，婆婆立刻扑上来，一把拍开陈浩，指着他鼻子尖声骂，语气里全是对肚子里孙子的心疼：“你个没用的废物，想饿死我的乖孙吗？薇薇肚子里可是我们陈家唯一的种，要是饿着我大孙子一根毫毛，我饶不了你。”婆婆随即对着林薇薇换上一副心疼模样，拍着她的手背哄：“薇薇，你别怕，饿坏谁也不能饿坏我的金孙。”婆婆转回头又对着陈浩又打又踹，气急败坏的吼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出去找吃的，找水，就算拼了命也得给我孙子弄口吃的。你想让我们陈家断后吗？再不出去，我们娘仨连同我未出世的乖孙都得死在这破屋子里。”陈浩被骂得抬不起头，被逼无奈翻出家里那件破旧的雨衣套上，咬着牙推开了楼道门。可门刚打开，狂风就卷着一块铁皮砸了过来，直接划在了他的胳膊上，鲜血瞬间渗了出来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楼道里堆满了滚落的杂物，视线被暴雨模糊。
风势大得根本站不稳，他只能狼狈地退回屋内，反手锁上门，靠在墙上大口喘气。我看着监控里他胳膊上的伤口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这不过是他应得的一点教训。陈浩简单用布条包扎了伤口，越想越气，又抱着一丝侥幸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手机屏幕上跳动着他的名字，我连看都没看，直接按了拒接，一遍又一遍，电话响个不停，最后彻底没了声音。婆婆在一旁冷哼，肯定是他故意不接，这个白眼狼自己藏起来享福，不管我们的死活。三人坐在漏风漏雨的屋里，面面相觑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林薇薇眼珠一转，凑到陈浩耳边低声提议。说完，几人露出狡诈的笑容。陈浩听了林薇薇的话，拿起手机开始给我发消息，字斟句酌，装出一副悔不当初的模样。之下，对不起，之前都是妈和薇薇不懂事，我也昏了头，不该对你发脾气，不该把你赶出去。你快回来吧，台风这么大，我们真的快撑不下去了，我胳膊也受伤了，薇薇还怀着孕，你就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原谅我们这一次。消息后面还配上了她胳膊受伤的照片，看着触目惊心。紧接着，林薇薇的消息也发了过来，字里行间全是假意的委屈。嫂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不该惹你生气，不该穿你的衣服，不该让浩哥为难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我会好好孝敬你。浩哥也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看着手机里一条又一条的消息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只觉得无比恶心。这些虚伪的话，上一世我信了，信了陈浩的道歉，信了林薇薇的认错，结果回去后，等待我的却是更过分的刁难，最后甚至被他们联手推下6楼，摔得粉身碎骨。拉黑消息后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那些前世和陈浩的恩爱画面却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。想起他曾在雨天撑着伞站在公司楼下等我，雨水打湿了他的半边肩膀，却笑着把伞全倾向我。想起他向我求婚时，单膝跪地，拿着戒指说要一辈子对我好，让我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那些甜蜜的瞬间，曾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回忆。可此刻想来，却无比讽刺。原来从始至终，这不过是他演的一场戏。想起过往种种，无数的蛛丝马迹涌上心头。陈浩早就和林薇薇勾搭在一块，而我就是那个最傻的观众。陈浩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一个备注小薇的亲密联系人，那时刚结婚，他说只是普通表妹，我竟从未怀疑。现在想来，那不过是他们的遮羞布罢了。顺着那个备注的细节往下想，过往的种种疑点接连浮现，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们背叛我的铁证。陈浩总是以加班为借口晚归，可每次我给他发消息，他都回复得很慢，甚至不回。可他却总能精准记住林薇薇的生理期，在他来例假时，贴心地给他送红糖水、买暖宝宝，笔记我的生日都清楚。我想起家里那套我舍不得用的名牌护肤品，是我生日时闺蜜送我的。陈浩说帮我收起来，结果转头就出现在了林薇薇的化妆台上。我问起时，她却说林薇薇只是借来用几天，婆婆也帮着打圆场，说都是一家人，用点东西没什么。我心软，便选择了相信。还有每次林薇薇来家里住，陈浩都会特意把我喜欢的辣菜换成清淡口，说林薇薇吃不了辣，却忘了我无辣不欢。他会把我的新睡衣拿给林薇薇穿，说他没带换洗衣物，却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。他会当着我的面对林薇薇嘘寒问暖，夹菜盛汤，把我晾在一边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外人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被我一次次忽略，只因为我相信陈浩，相信我们的感情，相信他口中的只是表妹。我走到监控屏前，看着画面里的陈家三人还在不停给我发消息，依旧演着拙劣的苦情戏。陈浩皱着眉装可怜，林薇薇抹着眼泪装委屈，婆婆坐在一旁唉声叹气，三人配合得无比默契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，上一世的蠢笨和心软让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他们欠我的，我会慢慢的一点一点讨回来。我走到防空洞的感应操作台，打开户外感应器查看周边情况，屏幕里的画面让我瞬间心头一紧，这才是真正的末世。狂风卷着杂物四处乱飞，一个路人没来得及躲避，被狠狠掀飞，那人摔在地上，瞬间就被狂风卷走，消失在视线里。人在这场天灾面前，卑微的像路边的垃圾，不堪一击。看着户外感应器里的末世惨状，我忍不住回头看向自己的防空洞，心里暗自庆幸，幸好重生后我没有浪费一分一秒，拼命搞钱，果断囤货，精心打造了这处安稳的安身之所。仓库里的物资堆得满满当当，足够我支撑很久。储能电源稳定供电，暖黄的灯光驱散了末世的阴冷，让这里成为了狂风暴雨中的一方净土，才让我在这场天灾中有了活下去的底气。我走到桌边，拿起手机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开了网络，没想到竟有了时断时续的信号，勉强能刷到几条本地的求救消息和官方播报。我赶紧趁信号稳定时翻看，指尖划过屏幕，每一条消息都让我心惊肉跳。台风登陆仅仅2天，城区已经有数百人丧生，有的因为房屋坍塌被掩埋，有的因为躲避不及被狂风卷走，还有的因为物资匮乏，活活饿死渴死。多个小区彻底断水断粮，超市被幸存者洗劫一空，货架被推倒，
甚至出现了为了抢一口吃的一瓶水，不惜持刀伤人的恶性事件。人心在天灾面前彻底暴露了本性，贪婪、自私、残忍，一览无余。官方的紧急播报跳了出来，红色的字体格外刺眼。超强台风还将持续至少1周，城区多处建筑已成为危楼，随时有坍塌的危险。提醒所有幸存者尽量寻找坚固的地下空间或高地避难，切勿随意外出。目前因天气恶劣，狂风暴雨不断，救援队伍无法大规模展开救援，只能对少数重灾区进行紧急施救。希望幸存者们互相帮扶，放下手机。我心里清楚，这才只是末世的开始。台风登陆的第3天，风势没有丝毫减弱，反而带着更狂暴的力量席卷整座城市。窗外的世界一片混沌，积水漫过街道，偶尔传来的建筑坍塌声。我知道今天的危险只会翻倍，物资更缺，人心更乱。那些走投无路的幸存者会像疯狗一样搜寻任何可能的避难所。我的防空洞虽隐蔽，却绝非绝对安全。我立刻开始全面加固防御，将防爆铁门内侧的3道门栓全部扣死，又搬来2个装满大米的铁箱，死死抵在门后，形成双重屏障。通风口的3层防风网被我用粗铁丝缠了一圈又一圈，连只老鼠都别想钻进来。户外感应器被我调至最高灵敏度，警戒范围扩大到50米，只要有活物靠近，就会立刻触发警报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握紧手边的应急强光手电，静静靠在屏幕前，目光死死盯着监控画面。屏幕里，城郊的树林被狂风刮得东倒西歪。就在这时，滴滴滴，防空洞的外围感应警报突然尖锐地响起，我心头一沉，猛地凑近屏幕，只见监控画面的角落，几个衣衫褴褛的身影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水，朝着我防空洞的方向摸索而来。他们手里攥着铁棍和破碎的砖块，距离我隐藏的入口只剩不到30米，危险正在悄悄逼近。警报声持续了10几秒，又突然停止。屏幕里那伙幸存者似乎被狂风逼得走不动路，骂骂咧咧地转向了另一个方向，消失在树林深处。我松了口气，后背的冷汗却早已浸透了衣服。末世之下，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天灾，而是人心。我不敢有半分松懈，立刻着手伪装防空洞的踪迹，将入口附近的树枝落叶厚厚铺在防爆铁门上，彻底与周围的树林融为一体。又把户外摄像头调整角度，藏在浓密的枝叶后，确保隐蔽又能清晰监控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迅速退回防空洞，关掉外围所有灯光，只留下操作台一盏微弱的小灯，将自己彻底藏在黑暗之中。稳住心神后，我立刻切换到陈家屋内的监控画面。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绷紧了神经。陈家3人正在屋里慌乱地收拾东西，显然是打算出门。陈浩走在最前面，神情阴鸷，一只手揣在兜里，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片。我定睛一看，心脏猛地一沉，那正是我之前囤货时不慎落在陈家的物流取件单，他竟然拿着这个地址。我心下暗自不好，一个念头直冲脑海，他们要找过来了。台风肆虐第4天，风势终于稍稍减弱了片刻，外面的呼啸声不再像之前那样震耳欲聋，连日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些许，浓重的困意席卷而来。我躺在防空洞里舒适柔软的床上，很快便沉沉睡了过去。可没过多久，几道尖锐刺耳的喊叫声硬生生将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心脏瞬间揪紧。不用去看监控，我心里已经无比确定，是陈家那3个人，他们真的找过来了。我强压下心底的寒意，稳了稳呼吸，轻手轻脚走到监控操作台旁，迅速打开户外监控画面。屏幕里3道狼狈不堪的身影正站在树林边缘，对着密林方向疯狂叫喊。陈浩站在树林边缘，举着取件单，对着周围大喊：苏之夏，我知道你藏在这里，出来！林薇薇立刻跟着哭腔喊：嫂子，求你救救我们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快撑不住了。婆婆则拍着大腿坐在泥地里哭喊：苏之夏，你个白眼狼，再不出来，我就带着我的乖孙死在你面前。3人一唱一和，用尽办法逼我现身。我盯着屏幕里那3张令人作呕的脸，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。陈家3人的喊叫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嗓子都喊哑了，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林薇薇见苦情戏无效，悄悄拉了拉陈浩的衣角，低声说：浩哥，他肯定就在附近，我们别喊了，慢慢找。陈浩点了点头，眼神变得阴鸷。他收起取件单，开始带着2人在树林里仔细搜寻。婆婆一边找一边骂：这个贱人藏得倒挺深，等我找到他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林薇薇则装不作样地扶着肚子，时不时干呕2声，眼神却锐利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。我坐在监控前，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呼吸放轻，时刻警惕着任何突发情况。就在这时，陈浩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盯着地面，眉头紧紧皱起。我心里一紧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他脚下的泥地里
有一块小小的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水泥边缘，那是我刚才铺树叶时不小心遗漏的。陈浩蹲下身，用手扒开上面的落叶和泥土，一块冰冷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铁门边缘露了出来，他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狰狞的笑。找到了。陈浩扒开落叶泥土，冰冷的防爆铁门边缘赫然露在眼前，他眼中瞬间爆发出贪婪的金光，他伸手死死拽住铁门边缘，使劲拉扯，厚重的铁门却纹丝不动，连一丝晃动都没有。婆婆和林薇薇立刻围上来，三人一人拽一边，弓着腰使出浑身力气推搡拉扯，几人脸憋得通红，手臂青筋暴起，额头上的冷汗混着雨水往下淌，折腾得气喘吁吁。铁门依旧牢牢锁着，稳如泰山。没用的东西，吃的饭都去哪了？再使劲啊！婆婆急得直跺脚，一边推一边厉声骂陈浩。可任凭三人换着法子折腾，防爆铁门始终与地面融为一体，连一道缝隙都没露出来。折腾了半晌，三人的力气彻底耗光，瘫在冰冷的泥地里，大口喘着粗气。三人看着近在咫尺却触不可及的铁门，眼里满是不甘绝望，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。就在这时，林薇薇突然浑身剧烈发抖，身子一软，直接跌坐在泥地中，他脸颊烧得通红，眼神也变得浑浊涣散，明显是被狂风暴雨吹淋太久，又饿又累，发起了高烧。他嘴里还含糊地嘟囔着：冷，好饿，头好痛，我撑不住了。婆婆见状，瞬间慌了神，也顾不上骂街，连滚带爬扑到林薇薇身边，伸手摸她的额头，指尖传来滚烫的温度，她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嘴里不停念叨：我的乖孙啊，可别出事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，连口药都没有。陈浩也连忙凑过来，脸色凝重地扶着林薇薇。林薇薇看着眼前没用的两人，眼里满是恨意。陈浩和婆婆轮番蹲在林薇薇身边，低声劝着，声音里满是急切和哀求，只想让她撑过这阵，等破开铁门就能找药退烧。陈浩耐着性子哄着，伸手想扶她起来，找个稍微避风的地方，却被林薇薇一把狠狠推开。婆婆也跟着拍着林薇薇的背，一个劲地附和：是啊是啊，再坚持坚持，很快就能进去享福了，可不能让我的金孙有事啊，你再忍忍。可林薇薇哪里听得进去，只觉得浑身又冷又热，脑袋疼得像要炸开，肚子还饿得咕咕叫，满心都是委屈和愤怒。她猛地抬起头，红着眼睛嘶吼一声，突然扬手就给了陈浩一巴掌。没等陈浩反应过来，她又反手给了婆婆一巴掌。婆婆被打得倒在地上，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她。林薇薇撑着发烫的身子勉强站起身，指着两人破口大骂：忍，我忍够了，要不是跟着你陈浩，我现在早就吃香的喝辣的了，用得着在这破地方遭这份罪？跟着你这个废物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我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。陈浩被打懵了，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看着歇斯底里的林薇薇，只能压下火气，耐着性子哄：薇薇别闹，等进去了我给你找退烧药，高烧很快就退了，再坚持一下好不好？婆婆也顾不得脸上的疼，一个劲的附和劝着。婆婆和陈浩一直瞧不上我，在我面前把头抬得高高的，却没想到在林薇薇面前竟然如此卑微。我盯着监控，正乐滋滋的看戏，突然发现防空洞另一侧树林里几个壮汉正朝这边走来。陈浩正低声哄着林薇薇，我盯着监控屏幕，突然发现防空洞另一侧的树林里几道高大的身影正朝着这边走来，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，身后跟着两个精壮的男人，正是之前逼近防空洞的那伙人。壮汉走到陈家三人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一番狼狈的他们，最后目光落在浑身湿透的林薇薇身上，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，伸手推开想要阻拦的陈浩，对着林薇薇说：妹子，看你这模样，跟着他们纯属遭罪吧，你不如跟我走，我在山顶有套房子，结实得很，里面有吃的有喝的，还有退烧药，保准让你舒舒服服的。他指了指狂风肆虐的树林，继续道：这台风马上又要变大了，你跟着他们在这耗着，就是等死，何必呢？陈浩见状瞬间怒了，一把推开壮汉，红着眼睛吼：你别痴心妄想，她是我女人，还怀着我的孩子。说着就挥拳朝壮汉打去，可他胳膊带伤，又饿了几天，哪里是壮汉的对手？壮汉反手一拳砸在他胸口，陈浩瞬间被打倒在地，疼得蜷缩着身子站不起来。婆婆赶紧扑过去扶陈浩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却不敢再靠近壮汉。而林薇薇听着壮汉的话，烧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，她看了看瘫在地上的陈浩，又看了看凶神恶煞却承诺有吃有药的壮汉，他心底的天平彻底倾斜，明显是动了跟壮汉走的心思。我坐在监控前，看着屏幕里的一切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原来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林薇薇撑着发烫的身子，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靠在壮汉的身旁，眼神里又带着一副柔弱，完全没有之前长粗两个人的狠厉。陈浩见他要走，赶紧伸手去拉：薇薇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骗你的，跟我走，我们再想办法破开这门。婆婆也跟着哭喊：是啊，薇薇，你怀着我们陈家的金孙，可不能跟外人走啊。可林薇薇一把甩开陈浩的手，
看着两人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让他们震惊的话。怀孕？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从头到尾都是我骗你们的。这话像一道惊雷，劈得陈浩和婆婆呆立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婆婆愣了几秒，突然尖叫：你说什么？你骗我们？那我的乖孙呢？什么乖孙？都是假的。林微微冷笑：我就是看陈浩有钱，看你们陈家好拿捏，才装怀孕骗你们的。谁知道台风来了，你们就是一群废物，连我都养不起。他转头走到壮汉身边，挽住壮汉的胳膊，娇声道：大哥，我们走吧，别跟这两个废物浪费时间了。壮汉得意地看了一眼陈浩，搂住林微微的腰，就要转身离开。陈浩终于反应过来，红着眼睛扑上去：林微微，你这个丑，你骗我！婆婆也跟着骂：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骗我们！壮汉见状，抬脚就把陈浩踹翻在地，恶狠狠地说：滚远点，再敢废话，我废了你们！说完就带着林微微头也不回地往山顶走去。陈浩和婆婆瘫在泥地里，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彻底崩溃了，眼神空洞，嘴里不停念叨着骗子。半天回不过神来，许久，两人才想起近在咫尺的防空洞，开始拼命拍打着铁门，哭喊着求我。之夏，苏之夏，你开门啊！我们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们！我坐在防空洞里，听着外面的哭喊哀求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冷冷地看着监控。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陈浩和婆婆拍了半天铁门，见里面毫无回应，彻底绝望了。狂风再次变大，吹得树枝乱晃，雨点砸在身上生疼。两人又冷又饿，陈浩的胳膊还在流血，婆婆也摔得浑身是伤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婆婆看着壮汉和林微微离去的方向，咬了咬牙，拉着陈浩说：浩子，我们跟上去，求那个壮汉收留我们吧，总比在这等死强。陈浩愣了愣，看着空荡荡的树林，知道这是唯一的活路，只能点了点头。两人相互搀扶着，跌跌撞撞地跟在壮汉身后往山顶走去。我立刻调动防空洞的户外监控，将摄像头对准山顶的方向，画面缓缓清晰。我瞬间心头一紧，壮汉的房子竟然就在防空洞上方的半山腰处，距离我的藏身之地不过100米。他们竟然把据点安在了我的眼皮子底下。我立刻起身，再次检查防空洞的防御，将通风口又加固了一遍，时刻警惕着山顶的动静。而监控里，陈浩和婆婆已经走到了壮汉的房子门口，两人放下所有尊严，跪在地上拼命磕头，哀求壮汉收留他们，模样卑微到了极点。壮汉坐在门口，翘着二郎腿，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人，满脸不屑，根本懒得搭理。林微微则站在壮汉身边，冷漠地看着他们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怜悯，仿佛在看两个陌生人。陈浩和婆婆跪在壮汉的房门口，磕得头破血流，嘴里不停哀求：大哥，求求你收留我们吧，我们什么都能干，洗碗扫地挑水，什么活都愿意做，我们不要吃得多好，给口饭吃就行，求求你了。林微微靠在门框上，冷冷地说：早跟你们说过，你们就是废物，现在知道求别人了。当初我装怀孕，你们把我当祖宗供着，现在没用了，就该有这个下场。壮汉瞥了一眼两人，不耐烦地踢了陈浩一脚：滚，我这里不养废物，你们俩又老又弱，留着有什么用？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婆婆还想再求，壮汉身后的两个男人立刻站了起来，眼神凶狠地盯着他们。婆婆被吓得瞬间闭了嘴。陈浩还想争辩，被壮汉一把抓住衣领，直接扔出了几米远，重重摔在泥地里。再敢赖在这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壮汉丢下一句狠话，就关上了房门，还锁上了铁门，任凭两人怎么拍门哭喊，里面都毫无回应。林微微从窗户里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两人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随即拉上了窗帘。陈浩和婆婆彻底没了指望，两人相互搀扶着走到房子旁边的一个小角落，这里能稍微挡点风，却避不了雨。他们蜷缩在角落，浑身湿透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婆婆冻得瑟瑟发抖，婆婆嘴里不停念叨着：造孽啊！监控里，两人缩在角落，像两只丧家之犬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而我坐在防空洞里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没有半分同情，只是更加警惕。山顶的这伙人显然不好惹，他们安在我的眼皮底下，迟早会发现防空洞的存在。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应对接下来的危险。我正搬着装满面粉的纸箱往防爆铁门后增加抵挡物，操作台的手机突然亮起，久违的4G 信号格跳了出来，屏幕瞬间被消息刷屏。这一次没有陈浩的骚扰，全是父母的焦灼问候：之夏，你在哪？还安全吗？看到台风新闻，快回个信！指尖颤抖着回拨，电话接通的瞬间，父母急切的声音撞进耳朵：之夏，你还活着？我强压着翻涌的情绪，轻声安抚：爸妈，我在城郊防空洞，物资充足，地方安全，你们别担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父母长舒一口气，连忙说：幸好听了你的话，提前收拾物资回了西山山腰的靠山自建房。这里背靠绵延山脉，能挡狂风，墙体早就加固过，地势高不积水，我们囤满了凉水，现在安稳得很。我追问了几句父母的状况，听他们说一切安好，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可信号时断时续，话音刚落就开始滋滋作响，我们只能匆匆叮嘱注意安全，电话便彻底中断。我望着监控里山顶壮汉的据点，
心里越发坚定，防空洞终究不是长久之地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始细致清点仓库物资，五常大米还剩2800斤，速食罐头堆得满满当当，药品分类锁在保险柜里，工兵铲、防狼喷雾等工具一应俱全，足够我支撑许久。可惜，如果真的要舍弃掉这个防空洞，我只能带走极少一部分，里面的物资只能白白浪费。清点到一半，脖颈间一股暖流顺着皮肤蔓延开来，脑海里响起清晰的机械音。末世生存系统绑定成功，解锁功能：3立方米储物空间，体能小幅增幅，50米危险预警物资，恒温保鲜。我愣了愣，下意识抬手去摸脖子，手里攥着的2包压缩饼干竟突然消失。我心头一惊，试着在脑海里默念取出，饼干又稳稳落在掌心。闭眼凝神，意识里浮现出一个3室1厅的虚拟空间，正是系统储物区。我又惊又喜，立刻尝试存取物资，将特效药、矿泉水等核心物资分批存入空间，存取自如，还能恒温保鲜。体能增幅后，浑身轻健了不少，之前搬箱子的疲惫感一扫而空。我借着系统危险预警扫视四周，确认安全后，开始规划逃跑路线。若防空洞暴露，就沿山间小径直奔西山，与父母会合。天刚蒙蒙亮，脑海里突然响起系统的红色预警，前方3人靠近。我猛地看向监控屏幕，只见壮汉带着2个手下和林薇薇直奔防空洞而来，3人手里攥着锯子、撬棍和钢筋，显然是冲物资来的。苏之夏，开门！林薇薇被壮汉推到铁门前，扯着嗓子喊：“我都跟大哥说了，你这里有源源不断的物资，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，不然我们锯烂铁门，把你揪出来，物资全抢光。”壮汉嫌他废话多，抬脚踹了铁门一脚，指挥手下别跟他墨迹，锯开。2个手下立刻架起锯子，对着防爆铁门的缝隙开始锯割，刺耳的滋滋声震得人耳膜发疼。可铁门是加厚防爆款，还被我用铁箱抵着，任凭他们锯了半天，也只留下几道浅浅的划痕。壮汉见状，抢过撬棍，狠狠卡进缝隙，3人合力猛撬。我坐在操作台后，冷眼看着监控里他们气急败坏的模样。我盯着监控里壮汉们用锯子疯狂锯门，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，钻得人耳膜发疼。防爆铁门虽坚固，但怕是撑不了多久。我心里暗叫不好。壮汉见林薇薇处在一旁只会哭，半点忙都帮不上，想起他还惦记着分物资，怒火瞬间涌上，抬手就扇了他2个响亮的耳光，骂道：“没用的废物！”喊了半天，门都没开，留着你有屁用！林薇薇捂着脸瘫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却不敢还手。这一幕恰好被躲在树林边缘的陈浩和婆婆看得一清二楚，2人浑身湿透，眼神吓人。之前被壮汉赶出门抢不到物资的羞辱，再加上被林薇薇欺骗的怨恨，此刻彻底攒成了杀意。婆婆攥着捡来的尖锐石头，咬牙切齿地对陈浩说：“这羞辱我们，现在注意力全在撬门上，正好趁机杀了他们报仇。”陈浩紧紧攥着怀里的生锈水果刀，狠狠点头。2人借着树林掩护，弓着腰悄悄朝着壮汉团身后摸去。我正盯着监控里悄悄靠近的2人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见陈浩猛地从树后冲了出去，手里的水果刀直刺壮汉的后脑。壮汉正使劲压着锯子，猝不及防间，尖刀瞬间穿透颅骨，鲜血喷涌而出。他连哼都没哼一声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当场毙命。林薇薇吓得尖叫出声，瘫在地上浑身发抖，彻底没了动弹的力气。另2个手下见状，怒吼着朝陈浩扑来。婆婆立刻冲上去，用石头疯魔般的砸向其中1人的脑袋，嘴里嘶吼着：“让你们羞辱我们，让你们欺负人！”混乱中，一个手下抬脚狠狠踹在婆婆胸口，她踉跄着后退，后脑重重磕在石头上，鲜血直流，当场没了气息。陈浩看到婆婆惨死，眼睛瞬间红得像血，彻底疯了，手里的水果刀挥舞得又快又狠，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架势。他躲过一个手下的铁棍，反手将刀捅进对方的喉咙，又转身扑向最后1人，2人扭打在泥地里。陈浩死死掐着对方的脖子，直到对方没了呼吸才松开。我看着监控里尸横遍地的场景，知道不能再等了，立刻抓起提前备好的背包，借着2人厮杀的掩护，从防空洞后侧的隐蔽侧门溜了出去，迅速融入茂密的树林。林薇薇看着满身是血的陈浩，还有地上3具冰冷的尸体，彻底崩溃了。她手脚并用地往后爬，嘴里不停尖叫：“你别过来！你杀人了！你是疯子！”声音里满是恐惧。陈浩却像是没听见，他踉跄着走到铁门前，看着纹丝不动的门，他突然疯狂地用拳头砸门，嘶吼道：“苏之夏，你在里面吧？你看看，所有人都死了，你满意了吧？”拳头砸得通红，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淌，他却浑然不觉。砸了半晌，他才发现另一边树林里有动静，瞬间反应过来我已经逃跑。他猛地转头，恰好看到我消失在树林深处的身影，眼里闪过疯狂的光芒，他嘶吼着追了上来。苏之夏，你别跑，给我站住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不敢回头，拼尽全力往前跑，狂风卷着树枝抽打在身上，疼得钻心。可身后陈浩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我只能咬紧牙关，借着树木的遮挡，拼命朝着西山的方向逃窜。狂风像无数只无形的手，
死死拽着我的冲锋衣，每往前跑一步都要耗费巨大力气。身后陈浩的嘶吼声紧追不舍。苏之夏，你跑不掉的，我要杀了你，为我妈偿命！我不敢回头，只能咬紧牙关往前冲。脑海里立刻激活系统的双重优势，体能增幅让我脚下步伐比平时轻快了大半。50米危险预警功能清晰标注出陈浩的追击路线和前方障碍物。我借着预警提示，专挑布满树桩杂乱木堆的难走路段跑，跑了约莫100米，前方突然出现一处近3米高的陡坡。坡壁上垂着几簇粗壮的藤蔓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伸手死死抓住藤蔓，双脚蹬着坡壁往下滑。藤蔓表面粗糙，瞬间磨得手心火辣辣疼，胳膊和膝盖也被坡上的碎石划出好几道血痕。但我不敢有半分停顿，直到稳稳滑到坡底，立刻钻进旁边茂密的灌木丛里，屏住呼吸。系统很快传来提示，目标距离拉远至200米，脱离直接追击范围。我趴在湿漉漉的泥地里大口喘气，听着陈浩在坡上气急败坏的咒骂声逐渐远去，我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放松，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。多亏了系统加持，我总算暂时甩开了这个疯子。缓过劲后，浑身的疼痛才彻底爆发出来，胳膊和膝盖的擦伤甚至血珠与泥水混合在一起，结成肮脏的血痂，稍一活动就牵扯的伤口刺痛。浑身更是因为长时间淋雨受了风寒，脑袋昏沉发胀，身体一阵阵发烫，脚步也变得虚浮起来。我靠在粗糙的树干上，强撑着昏沉的意识，集中意念调用系统储物空间。下一秒，一瓶碘伏、一包无菌纱布、几片创可贴和退烧药就稳稳出现在掌心。系统的物资恒温保鲜功能太实用了，我咬着牙蹲下身，先用干净的矿泉水冲洗伤口表面的污泥，冰凉的水流刺激的伤口阵阵发麻。接着拧开碘伏瓶盖，小心翼翼地涂抹在擦伤处，辛辣的刺痛感让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处理完伤口，我贴上创可贴，又干咽了2片退烧药，从空间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和压缩饼干和半瓶矿泉水，小口小口地补充体力。虽然身体依旧又疼又晕，但想到父母还在靠山屋等着我，我重新站起身。系统持续为我规划最优路线，避开了几处深水坑和松动的碎石堆。我扶着树木，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西山方向挪动。只要能和父母会合，这点苦难根本不算什么。不知在狂风和夜色中走了多久，每挪动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，意识也在昏沉和清醒之间反复拉扯。就在我快要撑不住，几乎要瘫倒在地时，系统突然弹出提示，前方500米有人类活动迹象，情绪平和，无危险信号。我猛地抬起头，顺着系统标注的方向望去，山腰处隐约透出一束温暖的黄色灯光，在漆黑的夜色中格外醒目。那正是父母所在的靠山自建房。瞬间，一股巨大的力量涌上心头，驱散了大半的疲惫和疼痛。我咬紧牙关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灯光的方向跑去，伤口的疼痛也暂时被抛到了脑后。到了屋门口，我刚抬手敲门，房门就被猛地拉开，父母焦急的身影立刻出现在眼前。看到我的瞬间，他们的眼睛瞬间红了，立刻冲上来紧紧抱住我。之夏，你可算来了，担心死我们了。进屋后，父母赶紧给我找了干净的厚衣服换上，又端来一碗温热的小米粥，米粥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喝进嘴里暖融融的，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瞬间驱散了浑身的寒冷和疲惫。我靠在父母身边，感受着久违的亲情温暖，听着他们关切的叮嘱，连日来的恐惧、狼狈和伤痛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，眼眶忍不住泛红。原来在末世里，家人的陪伴才是最坚实的后盾。喝着温热的小米粥，我才慢慢了解到父母的处境。虽然他们提前囤了不少物资，但大多是大米、挂面、面粉这类易储存的主食，新鲜蔬菜和肉类早就消耗殆尽，就连平时吃的零食和水果也早已告罄。母亲一边给我夹咸菜，一边念叨着，要是能有块新鲜肉，给你补补身子就好了。你看你瘦的。我放下手里的粥碗，笑着对父母说，爸妈，你们别急，我给你们带了惊喜。说着，我集中意念调用系统储物空间，下一秒，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就凭空出现在桌上，紧接着，鲜嫩的青菜、红彤彤的西红柿，各种口味的罐头，包装完好的巧克力和几样新鲜水果也源源不断地被我取出来，很快就摆满了小半张桌子。父母看得目瞪口呆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父亲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桌上的五花肉，语气带着不敢置信，之夏，你这是变魔术吗？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弄来的？这么危险的世道，你怎么能弄到这么多新鲜食材？我简单解释了重生后觉醒末世生存系统的事情，还特意演示了一遍，将桌上的物资收回系统空间，又重新取出。看着父母从震惊转为满眼心疼，母亲搂着我哭着说，
之下，我的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可是此时我的心里却满是踏实和温暖，所有的痛苦都被我抛在脑后。有系统提供的充足物资，有家人的陪伴扶持，就算身处末世，我们也能安稳地活下去。这一世我没有死，和父母安稳度日的第10天，黄风终于减弱，阳光偶尔能穿透云层，洒在山腰。父亲翻出望远镜，带我去屋后的观景台查看山下动静，顺便观察是否有潜在危险。我接过望远镜，顺着父亲指的方向眺望，目光扫过一片避风的凹地时，突然顿住，那里蜷缩着2具僵硬的身影，衣衫褴褛，姿态扭曲，但那熟悉的身形轮廓让我瞬间认出是陈浩和林薇薇。我调整焦距，看得愈发清晰，两人紧紧靠在一起，脸上凝固着惊恐和绝望，身上没有新的伤口，显然是在台风和饥寒交迫中活活冻死饿死的。林薇薇的手还死死抓着一块发霉的面包屑，陈浩的眼睛圆睁，像是到死都没能接受自己的结局。父亲见我神色有异，轻声问：怎么了？看到什么了？我放下望远镜，语气平静地说：没事，没什么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没有复仇的快感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。上一世的血海深仇，这一世以最惨烈的方式了结。那些背叛、伤害和痛苦，终于随着2人的殒命彻底画上了句号。我转身往屋里走，阳光洒在身上，往后的日子终于可以彻底摆脱他们的阴影，只专注于守护身边的人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气温稳步回升，肆虐多日的台风终于彻底退去。靠山屋的信号时断时续，偶尔能刷到官方发布的新闻，城区的险情得到控制，救援队伍已全面展开搜救，幸存者们开始走出避难所，自发组织清理道路，转移物资。新闻里还提到，台风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但人们没有被击垮。灾后重建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我和父母开始整理屋外的空地，翻土种菜，把系统空间里储存的蔬菜种子撒了下去。父亲负责搭建简易的篱笆，母亲则用储存的粮食制作发酵肥料。我借着系统的物资识别功能，挑选出最适合当下气候的种子，用农具帮着翻耕土地，看着屋外长势喜人的菜苗，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救援车辆的鸣笛声，我知道末世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，生活正在慢慢回到正轨，新的希望正在悄然滋生。看着菜地里茁壮成长的幼苗，我和父母商议后，决定将系统空间里部分的物资匿名捐赠给受灾地区。我们不想暴露自己的存在，更不愿卷入灾后复杂的人际纷争，只想用绵薄之力帮幸存者们渡过难关。我们将大米、面粉、压缩饼干、常用药品分类打包，每份都装入防水袋，附上一张手写纸条，愿平安顺遂，共度难关。未留任何姓名和联系方式，父亲在山下救援队必经的路边搭建了简易货架，用树枝和树叶做了隐蔽遮挡，既防风雨侵蚀，又不会显得刻意突兀。每次投放物资都选在清晨或黄昏，趁着雾气未散或天色渐暗，悄悄将10几份物资搬到货架上，然后迅速返回，躲在远处观察。官方新闻还报道了这处匿名捐赠点，称赞捐赠者的善意给绝望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。我们依旧低调行事，只是根据新闻里提到的物资缺口调整投放品类，偶尔会加入几箱罐头巧克力或崭新的保暖衣物，用系统的恒温保鲜功能确保物资新鲜可用。这段时间，手机信号逐渐稳定，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灾后重建进展。救援队伍已完成主要区域的搜救，临时安置点陆续建成，水电设施开始逐步抢修，社会各界的捐赠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灾区。灾后重建的大幕正缓缓拉开。1个月后，灾后重建进入提速阶段，新闻里每天都播报着新的进展。城区主干道的废墟已清理完毕，部分受损较轻的小区开始修复，临时学校和医院投入使用，志愿者们奔赴各个社区，帮助幸存者恢复生活秩序。我和父母在靠山屋的生活愈发安稳，菜园迎来了第一次小丰收，鲜嫩的青菜、脆爽的黄瓜挂满枝头。我们不仅能自给自足，还能将多余的蔬菜真空包装后存入系统空间。父亲搭建的鸡舍里，雏鸡已经长大，每天都能收获新鲜鸡蛋。母亲变着花样烹饪，餐桌变得丰富多样。我利用空闲时间，通过网络学习灾后农业恢复技术。我结合自家菜园的种植实践，整理出一套适合末世气候的农作物快速种植指南，把指南打印出来，和物资一起放在捐赠货架上，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农民。看着新闻里越来越多的幸存者重拾生活信心，城市逐渐恢复生机，我知道我们下山的时机越来越近了。又过了2个月，山下的信号塔完全修复，手机和电视能稳定接收信号，水电燃气网络已基本恢复正常，超市、药店、菜市场陆续开门营业。
大部分幸存者已搬进修复后的房屋或临时安置房，城市秩序逐步回归正轨。官方发布公告，号召分散在各地的幸存者尽快返回城区，参与到灾后重建中，同时承诺会为返乡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。我和父母商议后，决定结束隐居生活，下山定居，既方便参与后续的重建帮扶，也能让生活回归常态。我们开始整理行装，将系统空间里的重要物品分类整理好。父亲仔细检查了靠山屋的门窗，将其锁好，毕竟这里是我们末世里的避风港，日后或许还会回来看看。出发前，我们最后一次往山下的捐赠货架上补充了物资。收拾妥当后，我们沿着修好的公路下山，沿途的景象早已不复往日的狼藉，道路干净整洁，两旁的树木抽出新芽，偶尔能看到人们忙碌的身影，有的在修缮房屋，有的在清理庭院，脸上虽有劫难后的疲惫，却透着对未来的期盼。偶尔能看到人们忙碌的身影，有的在修缮房屋，有的在清理庭院，脸上虽有劫难后的疲惫，却透着对未来的期盼。我们在老城区选中了一处带院子的小四合院，这里远离市中心的喧嚣，环境清幽，院子宽敞，刚好能满足我们种菜养花的习惯，价格也在我们的预算范围内。用末世前留存的积蓄全款买下后，我们开始精心收拾这个新家，让小院充满生活气息。安顿下来后，我们开始慢慢融入城区的新生活。每天清晨，我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父母则结识了不少邻里，大家都是经历过灾难的人，格外珍惜彼此的情谊，经常互相分享食物和生活经验。随着城市秩序的全面恢复，学校、医院、商场等设施全部正常运转。周末路过袁晨家所在的小区，那里已是一片废墟，断壁残垣间，杂草丛生。我远远瞥见瓦砾堆里露出个相册角，走近一看，正是我和陈浩的结婚相册。封面的我们笑得甜蜜，如今只剩页面泛黄，边角破损。曾经的期待与温情，在台风与背叛中烟消云散。我静静放下相册，转身离开。过往的恩怨早已随废墟尘埃落定。之后，社区得知我的种植经验后，聘我做农技顾问，专门指导居民打理菜园，应对病虫害。我带着在山上的种植经验、优质种子和种植手册，手把手教大家改良土壤、科学灌溉。系统的物资识别功能总能精准判断种子发芽率和土壤肥力。渐渐的，城市农作物在大家的努力下也开始恢复供应。如今城市繁华依旧，小院里的日子平淡安稳，系统空间却仍是我最私密的精神角落。闲暇时，我会闭上眼，沉入意识深处，这里藏着数千册书籍，整齐排列在虚拟书架上。我常常在里面待上大半天，指尖划过书籍。曾经为了生存，我无暇顾及这些精神食粮，如今终于能静下心来品读。系统空间里没有外界的喧嚣，只有书页翻动声。在这里，我能暂时卸下所有身份，只是单纯地与文字对话，沉淀内心。它曾是我末世逃生的底气，如今成了安放灵魂的净土。那些在防空洞挣扎在山林奔逃的日子，那些背叛与伤痛，都在这片虚拟空间里慢慢释怀。我深知，重生的意义不仅是守护家人安稳度日，更是拥有了与过往和解的勇气。